是老板，这次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我们来帮这个女粉丝解决一下。她说她跟男友交往的时候，对方就很花心，然后常常跟她吵分手，但没有分。后来有天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他们就决定结婚了。结果婚后随着肚子慢慢大起来，抓到她老公婚内出轨，怎么办？可是已经怀孕了，而且结婚了，现在要分手，她觉得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做我的 IG 哦。先来问一下小编怎么办？刚刚这个情况，已经结婚了，很纠结。没错，你纠结什么？你现在能怎样？你觉得你现在能怎样？我又不能不生。对啊，又不能不生，因为已经确定了嘛，而且结啦，所以我觉得确实很棘手，等于怀孕了也结婚了，孩子还没出生就抓到老公出轨，那这样子孩子是还要不要生？如果还前面几个月而已，到底要不要生？还是得生吧。对啊，他是一个你们还是觉得会生，对不对？那跟这个男生的关系呢？继续当老公，还是说你会在你怀孕的情况下跟他离婚？看起来好伤身哦。不然你要纠结什么？因为纠结表示你有东西要选啊，如果没有，你要纠结什么？在纠结要不要跟他离婚？哦，纠结要不要离婚，所以你有这个选项。就可能纠结说，还是你要陪我生完你再滚。那差在哪？哦，陪你这一段，就是他要帮我干嘛？怎么帮我付钱？离婚也可以付钱，也可以叫他先直接给你一笔钱就可以滚，还不用那么所以有纠结。好，那女粉丝说，后来他们就是大吵架，但还是没有离婚，最后她还是把小孩生下来了。但是因为争吵不断，两个人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先分开。可是为了一起照顾小孩，所以女生就是住在男生他租的房子，然后一起照顾小孩，就看起来还是一个新生家庭这样。然后女生就说，后来她发现这个男生竟然在外面交了固定的女朋友，她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不能接受。她觉得什么意思啊？她说我好怨恨啊，好怨恨，为什么他这么渣？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？我在家里全心全意为了小孩付出，然后他呢不用照顾小孩，然后出个钱而已就可以带别人游山玩水，无事一身轻。他觉得非常痛苦，为什么女生付出这么多，然后男生却可以这样子潇潇洒洒的，想怎样就怎样，觉得好不公平哦。所以小编听完怎么样？觉得他真的很渣吗？家暴了，女生真的好可怜。这个女生真的很可怜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也觉得他又在背叛他一次？对啊，我觉得他是，所以他不可以交女朋友。可是他们中间不是已经对我的疑惑就是他们不是说好要分开？对啊，对，所以他交男朋友其实好像也是没有可以的吧？对，因为你们不是说好感情上先分开了，对，但没离婚啊，这关系好复杂。对啊，这关系好复杂。但讲好心灵上分开，所以本身你们这对夫妻就把事情搞得很复杂，因为你们的名义上都没分开，然后情感上又说要分开，然后发现他交女朋友的时候又分不开，又生气。对，就是你们自己之间的身份义务权利到底是什么，你们自己也弄得不清不楚。好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到底该怎么放下怨恨？我就跟他讲，那我说的会很辣哦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他说可以哦，你就好好打醒我。我说首先你要先意识到哈，当初交往的时候是你自己不避孕的，所以你才会有机会怀孕。然后他说，可是我觉得是他耽误我的人生啊，他害我怀孕，然后害我变丑，然后变胖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听到这里，我是想说，女生是不是很难不把怀孕怪到男生头上啊？对啊，是吗？第一个念头会啦，我觉得是他害我们的，为什么不？就会觉得说男生爽啊，然后剩下的痛苦都是我，所以都是男生在爽，但是得到的后果又是女生一个人要扛承担。对啊，就小孩在女生身上。对，小孩在女生身上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一集，男友不避孕怎么办？这一集里面我就有特别提醒大家说，避孕是你的责任，不是他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子宫长在你身上，会怀孕的是你啊。对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在怀孕了之后才觉得都是他害我的，害我要承担。那既然你知道是你会怀孕，你干嘛不坚持要避孕？如果你不想生的话，好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主动性给控制在自己手上，因为会怀孕的是你哦。好，所以我就提醒他这个观念，然后跟他说，你就不要责怪别人是谁谁谁害我怀孕的，因为一定也是你同意的，你才会怀孕啊。不然他能强行逼迫你吗？你也是同意，你也是点头的啦。对，所以你自己，如果你真的不想生，你自己要去避孕哦。然后后来他就说，我现在因为有小孩的关系，要配合保姆的上下班时间，然后我根本就没办法选择我真正想做的工作。然后一想就很气，为什么都是我在牺牲？我只能去做那种就是愿意接受我早点下班的工作，那薪水就不会很高。然后我说，其实当初怀孕之后，你们还没结婚之前，你们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再选一次，就是你们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？然后还有就是到底要不要因为怀孕就要跟这个男的结婚？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做这个选择？对。然后因为要把小孩生下来，对女生的生理、心理跟职涯的影响都很大。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花在这个孩子的身上，影响比较大一定是女生，这是你可以承受的吗？而且你可能还要想到一个风险哦，那万一他都不理你，万一他就丢着你，然后也没有要一起负担。对，你不能预设立场，男人让你怀了孕，他就会负责哦，他未必想负责或未必要负责哦。他如果说好啊，我每个月会给你钱，然后没给呢，你能怎样？
你日子还是要过哦，小孩还是要喝奶啊。对啊你也不会因为他没给，让小孩这个月可以先不吃，无法房租可以拖欠，小孩不能拖欠。减肥。对啊，这个都是你在生小孩之前最好要先考虑到的可能性的风险。然后你现在的抱怨，其实一路上是有很多自己的抉择的，所以也不能全部都怪对方。因为我会这样子跟他讲，是因为我发现他就是非常的怨恨对方，然后我觉得要提醒他一下，就其实这个过程中你是有一点点责任的，所以也不要全部都恨对方，而忽略了自己有一些选择权。那这样子其实也是帮助他心情可能会再开阔一点点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那这样前面的已经无法改变了，我们来讨论现况好了。所以你们讲好感情上先分开，但不离婚，然后住在一起照顾孩子，当孩子的爸跟妈，为自己前面的选择来负责嘛。可是你却对他又有感情上的期待，所以他交女朋友你才会那么生气啊！不然你有什么好气的？你们不是已经感情上分开了吗？对啊，就是看到那个人啊，就是你们还是住在一起啊，你还是看得到，你还是看得到他，然后你知道他刚刚跟女朋友约会，然后甜言蜜语讲电话，然后你在那边喂小孩，你还是会觉得很生气。不来帮我，所以不来帮我，所以女生没有办法切开母亲跟老婆的角色吗？我现在是孩子的妈，当然照顾孩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责任，但不代表我有干涉你交女朋友的权利，因为我们讲好了，我们等于分开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很难做到，心灵上很难做到。可是他原本自以为能做到，所以他说好啊，我们先分开，我们只是为了照顾小孩住在一起。就对方一交女朋友，火大，他疯掉，他就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照顾小孩？有一点因为管不了他而觉得自己照顾小孩很痛苦。这个我觉得女生很容易会混在一起，就是所谓老婆的角色跟母亲的角色很容易会绑定。所以呢，他不爱你，你就不爱小孩了吗？是不是有一点这个问题？有点矛盾。对，有点矛盾。所以当你选择当母亲，你要先想清楚，你是为了爱他才要当母亲，还是你无论他怎么样，你都爱这个孩子？这两个要分开，你才不会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一口气。如果你是为了用孩子绑定他，然后绑不定的时候，你会气到爆炸，那小孩就会变成牺牲品了。因为你就会发现，你没那么爱小孩，你只是想用小孩绑架他。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，好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最好是不要再对这个男生有所期待了，因为他一路上就是一个不能被期待的人呐、你一直期待他，你当然就会怨恨他、啊。所以如果可以，你要不要就从现在停损？他就不是一个可以当老公也可以当男友的人，可是我却跟他生了小孩了。那你现在要不要好好规划一下，是可以跟他离婚的吗？你是能够自己养小孩的吗？或者是他愿意每个月给多少赡养费，然后好好的跟这个人断干净。不要再为了照顾小孩而要硬逼自己住在一起，然后整天被气得要死。然后哪天他带女生回家，你也管不了他。对啊，因为你们讲好要分开啦，然后你又气个要死，那还不如赶快离一离，断干净，不要再这样子模糊不清，对自己才是比较好的。好，听到这里，如果这是发生在小编身上的事情，你们会怎么做？我现在就是立马把他轰出家门。离婚那是他家，那他家，男生家，对，是女生住在他那我就家，打怎么办？打包去我家，打包回娘家，回娘家哦，对，回娘家。所以生小孩以前，你确定要生下来以前，不要想着依靠他，而是要想着我有没有能力自己带小孩，我的娘家够不够我靠？养不养得起？对，否则他现在是不是就卡在说糟糕，可我没地方去，万一他娘家不在一起，不在附近，然后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县市，然后他的工作你就会整个惨了，你被卡在他的家里了，因为你需要他的资源，你需要他的家，你需要他的生活费，不然你养不起这个孩子。哇，你这个时候就会突然发现你的人生被一个渣男卡住了。所以再回到前面，要生下来吗？不要避孕，在前面一点点，在前面最前面其实要避孕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集最后又是警示文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